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本最近我读到的书，书名叫做《My Story》by Elizabeth Smart。有兴趣想要了解这本书的话呢，那就继续看下去吧。这本书呢是一个真实的回忆录，事情呢是发生在2002年的时候，作者记录了他14岁那年是如何从绑票、虐待还有性侵害之中逃出来。他被囚禁了9个月，然后他叙述了就是绑架他的这2个人他们的心理，还有他们的囚禁的这些生活。这本书的回忆录里面总共记载了3个人。Elizabeth Smart，她当时人是14岁，然后是在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一个女孩，然后她很喜欢运动，然后在学校的成绩也很好，然后她会弹竖琴，然后反正就是一个非常虔诚基督教家庭，一个普通的乖乖牌的一个邻家女孩。然后呢，绑架他的那个人呢是 Brian David Mitchell， 他是一个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人。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宗教狂热，然后色情成瘾，然后道德沦丧、心理变态的流浪汉。然后我说他是心理变态，但是他没有任何的心理问题，他没有精神异常，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邪恶、心理变态，然后色情成瘾的一个人。然后呢，他的就是跟他一起共犯案的这个女人是他的太太，叫做 Barzi。然后他自己曾经好像有2个小孩还是3个小孩，但是他跟他前夫打官司，他打官司的理由是他要把他的小孩就是送走他的小孩。通常别人打官司应该是想要有养育小孩的权利，或者是可以就是去探望孩子的权利，但是他想要离婚，他是要把他的孩子送走。然后所以他是一个很冷血无情，但是他确实有心理异常，就是精神异常。然后因为他长期受到 Brian David Mitchell 这个就是主谋的人的这个控制，还有在言语上面的攻击，然后他完全没有母爱，然后他是一个愿意看到别人被虐待也不会去伸出援手的一个非常冷血的一个女人。好，我们现在讲到 Wen，她是在盐湖城的他们家住在盐湖城的山脚下，然后这个 Brian David Mitchell 他就是手持开山刀，然后从他们家的院子穿过去，然后从后门，好像从厨房的就是洗手槽的就是国外的人的洗手槽前面通常都会有一个窗户，然后他就是从那个窗户把窗户就是撬开来，然后把纱窗割破，然后从那边就是潜入他们的家中。然后潜入他们家中之后，你会觉得很可怕。他们家里面一家有7口，他居然可以在熟睡之中，一家7口把这个小女孩带走，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前 ，Elizabeth Smart 她不是直接就是进入主题，告诉你说，她突然就有一天被绑走了，还怎么样子 ？No， 她告诉我们这个人，之所以为什么要叫他是主谋，就是因为他已经策划了这件事情很久，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心里面到底是有多么的变态，然后多么邪恶的一个人。Elizabeth Smart 她形容说，就是在他被绑架的那一年之前的，就是的前一年，2002年的到一年。2001年的11月的时候，他跟他的家人一起去到了盐湖城的就是市中心去逛街，然后他们在走路在逛街的时候就遇到一个流浪汉，然后那个流浪汉当然是在乞讨啊等等的。然后 Elizabeth Smart 的爸爸他是一个就是非常心地善良，然后在教会也是做很多服务的一个人，然后所以他就是想要帮忙这个流浪汉，所以就是当 Elizabeth Smart 的家庭就是捐钱给这个流浪汉的时候，他们还留下了联系方式，然后日后让这个流浪汉来到他们的家里，帮他们做一些杂事，比方说除草啊、修马桶啊，还是什么之类的。那就是在那个时候，这个流浪汉他知道 Elizabeth Smart 的住所，知道 Elizabeth Smart 的住所，进到了他的家中，
而且还知道他的房间到底在哪里。所以当他被绑票的那一天晚上，当然他是在睡梦之中，但他被惊醒，被这开山刀挟持在他的就是喉咙上面，就是压在他的这个上面，就是喉咙的喉结这个上面，然后他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就是这个人就是一直逼着他爬山，而且不是爬步道，就是从树丛里面这样子，都会割到你的皮肤，都全部都流血，然后起疹子那种很可怕的那种，然后是3更半夜你要爬到半山腰，然后终于他们爬到半山腰的时候，月亮的光照在那个绑架他的人的脸上，他认出那个人的脸，就是他们就是上一年2001年的11月帮助的那个流浪汉，他就知道当时是就是他来到他家中的那个时候，他决定要绑架他，然后他已经策划了大半年的时间，然后终于把他绑走。那绑架的那天晚上 ，Elizabeth Smart 她的房间是跟她的妹妹是睡在同一间房间，就是她睡在这边，然后妹妹就是刚好睡在旁边，然后这边有一个窗户，然后有一个可以就是走进去的那种更衣室，然后她进去的时候，她其实妹妹那时候9岁，然后妹妹有被吵醒，可是她完全不知道，就是当然她9岁，她也不能做什么，她也非常的害怕，所以这是姐姐被绑走的时候，她是就是那种眯着眼睛，然后假装自己睡着，然后等到好几个小时过后，她也不太确定到底是姐姐已经被杀掉了还是怎样，他们其他的家人是不是安全，她也不知道。但是9岁，她突然鼓起勇气，就是冲到爸爸妈妈的房间，然后告诉他们说 Elizabeth Smart 被绑走了，对，然后就是，anyways 有点讲太多，但是事情发生的一开始就是这样，然后你们会觉得很扯的事情就是，这个人 Elizabeth Smart 的家住在山脚下，他逼他爬山爬到半山腰，距离他家不到5英里，他们找了他9个月都找不到他，我不知道说什么。他写这本书就是记录他的心路历程，然后要鼓励别人说，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会遇到就是一些不幸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怎么去面对是我们的选择。所以呢，在这本书里面，虽然他可以就是很清楚的把他每一件就是这个被绑票的历程就是形容出来，但他没有把它写得很露骨。他所描述的是他心里面是怎么样承受这些痛苦，然后怎么样让他有这个毅力可以去存活，然后怎么样了解对他就是绑架他的人，然后怎么样可以来就是反过来说服他们，让他们掉入他的陷阱，然后让他成功被获救。现在就要来举例，就是他怎么样就是让自己可以就是坚强的去活下去。他被绑票的第一天晚上，他告诉自己说，就算他就是在这些绑票他的人的这一生，就是他们的一生当中，他都要被他绑票，总有一天这些人会老死。当他们老死的那一天 ，Elizabeth Smart 还是会是一个年轻的女孩，所以他告诉他自己，当就是绑票他的人老死的那一天，他就可以就是重新获得他的自由。虽然是一个非常异类的希望，但是他帮助他存活下来。你真的要去读，你才会就是知道这本书。强力推荐，你们可以去看，它会给你人生就是活下来的动力，然后会让你变开心，就是可以去想到你生命当中的好。然后，让我最感动的事情应该是当他回到家获救的时候，他跟他妈妈的一段对话吧。就是他回到家之后，当然他们一家人团聚什么的，非常的开心。但是他妈妈就是他妈妈非常的认真的，就是跟他就是有一段他妈妈很认真的跟他有一段谈话，他就把他坐下来，然后跟他说，他现在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呢，就是向前看，然后不要再让绑架他的人有任何一丝占有他生命的时间或者是精力。然后他说，当然他遭遇的这些事情会到法庭里面去被审理等等的，但是不论他们就是法律会做出什么样的裁决，
就是当事人 Elizabeth， 她告诉她的就是 Elizabeth 妈妈告诉 Elizabeth 说，你永远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有被公平的去做一个裁决。大家的妈妈就叫她不要去担心这些事情，她唯一要做的就是活出就是人生真实的色彩，然后去向前看。然后很酷的一件事情就是她真的去这么做，她完全就是网络上面好像我查了一下，就是她完全没有任何的，就是忧郁啊，或者是去看什么精神科医生啊，或是等等的。他完全好像就是靠着自己的信仰，还有相信他的家人，还有他家人给他的爱还有关怀，然后就从这个可怕的阴霾之中走出来了。然后他现在已经30多岁了，然后他就是去到处去演讲，然后告诉别人他的就是经历，然后他所就是学到的事情，然后他也帮助很多就是关于就是小孩，就是未成年孩童的一些虐待或者是暴力等等的一些法案，他都会去帮忙他们可以去让这些法案被通过。然后他有他自己的慈善基金会，叫做Elizabeth Smart Foundation， 就是帮助那些曾经受过性侵害或者是各样的虐待的人，他就是到处去帮忙他们做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真的很酷，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想要去多认识这个人，或者是他做了哪些事情，或者是他是就是更详细的怎么样从这么可怕的事情就是经历中走出来的话，你们就可以去看这本书。然后就是这本书叫做我会放在资讯栏里面。然后对，所以这就是我的介绍。我现在还有在读下一本书，然后坦白说我不知道书名是什么，但是如果我觉得这本书好看有趣的话呢，我可能会再拍另外一个的就是好书介绍。所以如果你不想要错过下一本好书介绍的话呢，那你就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然后可以在留言区下面跟我说你们可能还会想要我读哪一些书，或者是拍什么其他不同的影片。anyways 就先这样子了，下次见，拜拜。